燕落滩即将逝去最后一个光棍，只因村里有一群寡妇，只要被这群人盯上，精力再旺盛的男人也扛不住这群女人。这天小花来看爷爷，一进门就被眼前的男人所吸引，看到他的一瞬间欲火焚身，身体也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。当这些年寡妇还头一次有这种感觉。大山被小花的样貌吸引，也跟了出去，直勾勾看着撩人丰满的小花。小花被看得满脸通红，转头就跑，心里盘算着怎么将这个男人拿下。为了多点胜算，将消息告诉了闺蜜，两人笑得合不拢嘴，朝着大山望去。大梅看着大山，心里盘算着怎么能单独将大山弄到手。守寡这么多年，好容易遇到这么壮实的男人，她可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改良基因。她要用大山改变命运，让村里说她克夫的男人好看。大梅为了幸福煞费苦心，甩掉闺蜜小花，独自一人跑去给大山送衣服，还悄悄地将纸条放进衣服兜里。晚上挑选一件完美贴合身材曲线的衣服，穿在她身上显得格外精神好看。大梅提前来到河边，眼里带着渴望与期待。这时好色的村长以为大梅要洗澡，便贼眉鼠眼地躲在树后。大梅燥热的身体和焦急的心情交织在一起，手中扇子扇得越发急促。这时大山出现在大梅视线里，她感觉自己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，心里像是被注入了一股暖流。就这样，村长亲眼目睹寡妇与壮汉干柴烈火的奔放。次日，村长找大山他爹，劝他看好自己儿子，怕大山成为大梅克死的第6个男人。吃饭时，大梅他爹登门拜访，让山子娶他守寡多年的女儿。大山听后欣喜若狂，山子他爹坚决不同意，怕被寡妇克死。大梅他爹气囊囊的回到家后，让大梅尽快怀上大山的孩子。大梅害羞地说：“那我再试试。”次日找山子说要给他生个娃，山子急忙拦住大梅。大山说：“白天可不行。”不用麻烦你了。我愿意你麻烦呢。今晚上在桥头等我，咱们不见不散。大山瞪大眼睛，死死地盯着大梅，脸上写满惊讶，身子也变得僵硬。晚上村长找来大山：“大姑娘你不要，偏偏喜欢克死5个男人的老寡妇，是寡妇八字硬还是你命硬？”夜晚大梅目光中满是急切与期盼。眼看天亮了，大山也没来，大梅愁眉苦脸地回到家。老犊子破口大骂：“你不去生孩子，回来干嘛？”大梅委屈说：“你是风流种，当年半夜在野地里怀上的我出生就克夫，不因为你我能守寡吗？”说完，大梅哭着跑回屋。就这样，大山算是躲过命里一劫。数日后，小梅又来勾引大山。大山他爹见状，赶紧叫走大山。有了上次的教训，头也不抬的开车就走。老犊子怕屋后人断了香火，抱回来个孤儿给大梅，劝他10里8村的都知道你克死5个男人，没人敢娶你，这孩子就当亲生骨肉养吧。这天刚干完农活，小花说要去他家给他缝缝衣服。大山心里顿时一股暖流。就在这时，听见远处喊救命，大山二话不说，一头扎进河里，连滚带爬的把刘寡妇救上来。大山救彭烟落滩的英雄。晚上小花怎么也睡不着，回想起大山的影子，她想把自己的身体毫无保留地交给大山，只要能和他在一起，宁愿当作蜡烛直至燃尽也毫无怨言。次日，小花带着仅有的2件衣服来找大山，要给大山洗衣做饭生个娃。老光棍突如其来的女人还有些不适应，洗完脸准备吃饭时，不经意间触碰到他的手，那一瞬间一股暖流便从指尖传遍了全身。2个人压抑不住心中欲火，从中午一直折腾到晚上。完事后，2个人坐在树下畅想未来。数日后，村长再次找大山，问他：“你怎么又找个寡妇？实在不行，你去城里干些力气活锻炼锻炼，我不想让村里唯一男人被寡妇送走。”大山狠狠地说：“我一定不会被小花克死。”天一亮，大山就去城里干活。大梅问大山干啥去，大山说：“村长怕他被克死，去城里把身体锻炼好，然后回来娶小花。”此时大梅也心疼山子，劝他不行，咱俩对付过吧。大山说：“你都克死5个男人了，我可不跟你过。”大梅无奈地说：“那也是没办法，村里的爷们个个瘦小无力，折腾几年就驾鹤西游了。”大梅恳求别介意，自己是个寡妇。大山告诉大梅已经有心上人了。大梅绝望地流着眼泪，开
看着大山的离去。小花以为大山失踪了，得知大山是为了娶她才去城里，心中满是千般眷恋与不舍。然而她实在是无能为力，改变不了什么，唯有守在原地，等着大山回来，仿佛是她生活中唯一的光。